今天是末日灾变后的第60天，身边这个漂亮听话的美女丧尸是我强行从百万尸群中绑来的伴侣。这一切都要从2个半月前说起。凌晨5点的我刚起床准备尿尿时，天空中猛然划过一片火光，秉着吃瓜群众有瓜就吃的原则，我掏出前女友赠送的100亿像素的最新智能手机，准备记录这奇异的一幕。屏幕里的画面缓缓划过刚刚醒来的城市街道，最终画面定格在10几公里外的酒吧一条街。屏幕中的人们正拼命地向前狂奔，四散而逃的人群身后跟着让我头皮发麻的影。原本科幻影片才有的场景却在现实中上演了。画面虽然隔着10几公里，但我的裤裆早已湿了一片。我深呼吸，掏出手机搜索相关街道，映入眼帘的便是各种丧尸嘎人的刺激画面。可还未等我再次翻找，所有消息眨眼间全部清空。同时，官方放出消息，全国统一放出10天长假，理由是超强病毒小黑子正在人群之间传播。可丧尸危机爆发的太过突然，短短2天时间，全球90%的人类都变成了丧尸。虽然我提前囤积了足够生存的物品，可却因一次善意的举动，从丧尸口中救下隔壁夫妇，却被他们反锁在门外。毫无办法的我，只能如同老鼠一般到处求生，却意外被一只变异大橘发出的镭射眼烧成碎片。临死前，我的脑中响起一道声音：恭喜宿主获得龟男称号，符合恋爱系统服务对象，只需宿主接触系统目标人物即可获得奖励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末日灾变当天。处于懵逼中的我懵了个逼，前方一个长相标致的丧尸迈着步子向我奔来。了解完系统作用的我擦掉嘴角的口水，恋爱系统貌似没有种族和性别限制。再说这么漂亮的丧尸就这么浪费在这里实属可惜。一想到这儿，我直接从裤兜里摸出一根绳子，将绳子一端套在消防栓上，另一端做成套索，然后用力一抛，直接把丧尸整个套住。随即他发出一声怒吼，可下一秒他的嘴里就被我塞进了一块抹布，闻着近在咫尺的人肉香味。此时的丧尸反应特别激烈，小脑袋不停地想往我身上靠，而我却兴奋地抚摸着他的小手。顿时系统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：恭喜宿主完成牵手任务，姓名柳如烟，身份女大学生，cos爱好者，丧尸，好感度0，牵手奖励100公斤生肉，波波奖励丧尸病毒疫苗，完全攻略奖励基因进化药剂。见此，我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不说后面2项奖励，光是牵手奖励的100公斤生肉就够我吃2年半。不过现在困难的是怎么提升丧尸的好感度，他们现在满脑子都是吃，真的能理解什么是好感吗？想了一会儿后，我取下柳如烟嘴里的抹布，她立马就冲着我嘶吼起来，满嘴的尖牙不断地咬合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我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一块生肉，强行塞进她的口中，顿时吼声戛然而止。她立即开始撕咬起生肉。见此情形，我叹了口气，这么锋利的牙口，看来第2阶段的初吻奖励是暂时别想了。这时隔壁的房门被推开，一男一女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小哥哥，我和我老公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你看你食物都多到拿来喂丧尸了，能不能分我们一点？这2人是一对新婚夫妇，男的叫武太浪，女的叫水冰清，平日里都是点外卖，所以家中并没有多余的食物。前世我就是轻信了这鬼话，把自己的食物跟他们分享。本以为这2人会感谢我，可他们却趁我外出寻找食物时搬空了我房间里的所有物资，然后紧锁房门，任我怎么叫喊都不为所动。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分给他们食物？不过水冰清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。这时系统面板出现在我面前，姓名水冰清，身份已婚，好感度0，接触手奖励100公斤新鲜瓜果蔬菜，波波奖励120平米房子1套，完全攻略奖励1000平别墅1套。见状，我顿时忍不住嘴角上扬，这可是足足100公斤瓜果蔬菜。我现在虽不缺食物，可营养均衡也很重要。他们2人见我微笑，以为是同意了，于是武太浪直接狮子大开口：你先给我们来10斤猪肉吧，另外纯净水也来3桶。我差点被气笑了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分给你们了？虽然我的食物多到吃不完，但我就算拿来喂丧尸、喂狗，也不会给他们。说完，我直接推着柳如烟回了房间。武太浪愤恨地看着我的背影，想冲上去，却又忌惮我牵着的丧尸。回到屋内的我将柳如烟拴好后，接着再次查看起系统面板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柳如烟的好感度竟然涨了5点，这让我想起前世时末世后期出现了许多拥有智慧的进化丧尸，难道柳如烟也可以进化？而且才这么点肉，就让好感度涨了5点，这可比正常女人好哄多了。我再次取出几块生肉喂给柳如烟时，成功将她的好感度提高到了10点。本来还想继续喂下去，但是在看见她那鼓鼓的肚子时，我果断放弃了。将抹布重新塞回她嘴里后，我开始盘算规划起来。在丧尸爆发1个月后，会有恐怖的极寒袭来，现在只剩下20多天准备时间。首先是物资，吃的喝的要有，还有衣服和药品，这些都容易获得，但是对于安全屋的问题，我却没有头绪。除了足够结实外，还需要在寒潮降临时能保持室内温度恒定。要找到符合这些条件的建筑，还是非常困难的。据我所知，在滨海市并没有这样的房子。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水冰清的初吻奖励，于是赶忙向系统询问：你奖励的房子是已经存在的吗？还是凭空出现的？系统奖励的房子均为凭空建造，宿主可以选择任意地点建造。如果想要的房子比较特殊呢？比如说房子是由钛合金建造的，并且要有逃生出口、仓库和医疗通讯设备等等。系统停顿了几秒后才给出回答：需要宿主提供建筑图纸，另外通讯、医疗设备不属于建筑范围，需要宿主自行获取。这让我心中大喜，也就是说
我的钛合金安全屋有希望了。这时一阵敲门声传来，水冰清就呆呆地在门外站着。他见房门迟迟未开，心里很是着急。走廊的两头漆黑一片，不知道会不会突然跑出来一只丧尸。就在他准备放弃时，房门终于打开了。水冰清先是一喜，但在看到我手中的菜刀时，他心中一紧，连忙说道：“你别紧张，我身上什么武器都没带。”我的眼睛上下打量他一番，水冰清自然也是注意到了我的反应。如果放在以前，他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。但奈何现在有求于我，只能硬挤出微笑。我就是想借点吃的。我一脸不屑地看着他，人家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可我压根儿不吃这一套。说清楚，不说我可关门了。水冰清闻言一动不动。怎么，你就不怕突然跳出来一只丧尸？话音刚落，一声丧尸的吼声传来，声音距离非常近。水冰清一张俏脸瞬间煞白，只好硬着头皮进屋。就在我关门时，却正好和对面的武太郎四目相对。眼见自己被发现，他默默地把头缩了回去。我嗤笑一声，关上门。真是天生的缩头乌龟，这么会缩头。屋内的柳如烟在看见水冰清后，立马变得暴躁起来。对方害怕的下意识往后退去。水冰清惊呼一声，连忙拉开距离。你怎么把丧尸放在家里？难道你不怕吗？我一脸的平淡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不过是个丧尸而已。这话一出，他不禁将我和武太郎进行对比。要是自己老公有我一半胆子，他也不至于过来求我交换食物。想到这里，水冰清叹了口气。所以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愿意把食物分给我？2个半小时后，水冰清生无可恋地跑去卫生间，里面很快传出一阵呕吐的声音。又过了几分钟，他回到客厅，语气很不客气地对我说道：“该做的我都做了，食物呢？”我慢悠悠地打开冰箱门，故意让他看到里面塞满了生肉。瞬间，水冰清产生了打晕我的想法，不过理智还是占据了上风。我其实也一直注意着身后的动静，水冰清没有任何举动，倒是让我觉得有些可惜了，差一点就可以白嫖了。我取出大约1斤的猪肉丢到水冰清面前，水冰清脸色难看地盯着地上的猪肉。你就给我这么点儿？已经够多了，本来我只想给你半斤的。可他却不知道这1斤肉在末世的价值，只知道当初武太郎为了娶她，给了他家38万8的彩礼，而且房本上还夹着他的名字。水冰清深吸口气，最后还是捡起地上的猪肉，冷着脸走了出去。见此情形，我不怒反喜，他越难受，我越有报复的愉悦感。然后我美滋滋地调出系统面板，房子和果树带领取。虽然120平房子小了点，但我也有解决办法，只要再找到身份和水冰清差不多的人，就可以在120平的基础上进行扩建。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安全屋的设计图纸。我想到滨海大学可能有建筑学专业的幸存者，所以我要出门一趟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开始搜集物资。首先是位于我家对面的504房间，我直接掏出铁丝插入门锁中，不多时就打开了门。迈入房间，就听到卧室传来咀嚼声。我轻手轻脚地推开卧室门，只见一个白发老人正在啃食着床上的一具尸体，真可怜。我说着就抡起菜刀砍在丧尸脖子上，可居然没能直接砍断他的脖子，反倒是惊动了他。他转过身就朝我张牙舞爪地扑过来，我一脚踢在丧尸肚子上，拔出菜刀的同时还将丧尸踹飞出去，紧接着又冲上前去补了几刀，直到砍的丧尸不再动弹。回过神我才发现菜刀上多了2个豁口，毕竟只是菜刀，剁肉的话还行，砍丧尸的话就有些不够用了，看来还得找更好的武器。中午时分，我终于把5楼的几个房间都清理完毕，一共解决了3头丧尸，找出小麦果汁1箱、7瓶药品、1桶蛋白粉。虽收获颇丰，但菜刀也报废了，不过好在搜出一根棒球棍，挥了2下还挺顺手。另一边，水冰清2人透过猫眼目睹了我砍丧尸的一幕，我疯魔的模样让2人齐齐咽了咽口水，同时庆幸还好没出手，要不然真活到头了。直到隔壁传来关门声，2人才推开门走出来。他们挨个房间找过去，想看看有没有遗落的食物，可惜已经被我席卷一空。我靠，这混蛋属蝗虫的吗？一点能吃的东西都不剩。水冰清倒是找到一块牛排，不过上面都生蛆了。武太郎眼珠子一动，老婆，不如你再去管他要点吃的吧。水冰清下意识想拒绝，武太郎又说：“难道要等他把吃的都喂丧尸了，你再去要吗？”随即武太郎一脸真诚地牵起水冰清的手：“老婆，我想和你一起活下去，我们一定会坚持到救援队来救我们的。”看着丈夫恳求的目光，水冰清咬咬牙：“好吧，我去就是了。”水冰清刚进门就闻到一阵诱人的香味。此时我走进厨房，端着一个电饭煲出来，里面是满满一锅土豆，又开了瓶小麦果汁，坐在沙发上享用。水冰清被香味勾得口水直流，见我没吭声，也只能在一旁呆呆站着。吃了2口后，我突然开口：“差点把你忘了。”我说着就起身拿了一个盘子装了些肉，水冰清还以为是给自己的，在他欣喜的准备接过时，我却直接绕过他走向沙发，取出柳如烟嘴里的抹布后，他立马把头埋入盘子里疯狂进食。另一边的水冰清面色尴尬，他轻咳一声转移话题：“今天是不是清理了5楼的房间？”“是啊，我要走了啊，所以在离开前搜集一些物资。”水冰清闻言瞬间瞪大双眼：“什么？你要走？外面全是丧尸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我笑了笑没有回答：“怎么舍不得我走啊？”水冰清闻言一脸愤怒：“鬼才舍不得你，我巴不得你死外面。”不过话虽这么说，他的眼中却有些担忧。如果我带着所有食物走了，他和武太郎岂不是只能饿死？说吧，你来找我什么事儿？我要跟你交换食物。我忍不住嗤笑出声，想到水冰清会再来，但没想到竟这么快。4天后，
我已经将整栋楼都搜刮了一遍，而这些天柳如烟的胃口也是越来越大，从最开始半斤肉就能吃饱，到现在2斤半的肉下去，她的小肚子都没有一点弧度。要不是她的好感度一直在涨，我都不想继续喂了。也不管对方能不能听懂，我自顾自地对着她威胁道：都喂了你6天了，要是再咬我，就把你丢在这里自生自灭。说完就取下柳如烟口中的抹布，她并没有像一开始那样吼叫，而是张开嘴等待投喂。你要是咬我，我就不给你东西吃，听明白了吗？既然你不说话，那我就当你是明白了。我试探着把手朝柳如烟伸过去，结果她张嘴就想咬我，我直接大声呵斥，她被我吼得愣了一下，接着歪着头看向我。我再次试探着将手伸过去，可柳如烟还是照咬不误，如此反复拉扯了10几次。就在我想要放弃时，柳如烟终于没有再咬下去，而是看着我的脸，似乎是在通过我的表情判断这是不是给她吃的。我心中一阵激动，对着她轻轻摇了摇头，而柳如烟仿佛明白我的意思，竟然真的没咬我。兴奋的我又取出一块肉递过去，并朝柳如烟点了点头。这次她直接吃了起来，之后又重复了几次，都是在等我点头后才开始吃。为了确定柳如烟是不是在捆绑状态下才能克制住攻击欲望，我决定再做个实验。我先是解开她身上的绳子，又将一盘子肉放到茶几上。柳如烟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朝我走来，她先是看向桌子上的肉，然后又看着我，接着又抬手指向盘子里的肉。我心中狂喜，朝她点了点头。柳如烟这才拿起盘子吃了起来，虽然吃相依旧难看，可值得一提的是，柳如烟虽然才40的好感度，但已经不攻击我了。那要是好感度达到100，我岂不是能拥有一个听话的丧尸手下？这哪里是恋爱系统，分明是主仆系统才对啊！与此同时，武太郎这几天一直坐立难安，他已经得知了我即将离开的消息，无论是为了我手里的食物，还是为了报复，他都不打算让我活着离开。但仅靠他一个人肯定没戏，毕竟我可是能轻松解决丧尸的狠角色。于是武太郎开始怂恿水冰清：老婆，我觉得我们不能让隔壁那家伙离开，起码不能让他带着食物离开。不如你再去借一次食物，然后趁他睡着时打开门放我进去，咱们趁机弄死他。出于愧疚，水冰清对武太郎几乎是有求必应，所以他最终还是点头答应。武太郎闻言立马兴奋起来：太好了，等天一黑咱们就开始行动，我先去准备准备。浴室里，水冰清呆呆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内心却掀起一阵惊涛骇浪。他没问我具体是什么办法，所以说他是知道的。那么新的问题来了，武太郎是第1天的时候就知道了，还是最近才刚察觉的呢？联想到这几天武太郎一直催促着他去隔壁房间，问题的答案似乎呼之欲出了。水冰清摇摇头，甩掉脑海中杂乱的思想，对着镜中的自己露出苦涩的笑容。也罢，毕竟是我背叛了他，就当是我还他的。我本来想着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一大早就出发的，可刚躺下就听到了一阵敲门声。我已经知道来的是谁了，门外果然是水冰清。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，丰腴的双腿上套着黑色裤袜，这么快又缺吃的了。进来吧。水冰清低下头，眼中闪烁着熊熊的怒火。收回目光，水冰清对着我说道：要不你还是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等待救援吧。水冰清还是想试着挽留一下我，如果我能改变主意，那他和武太郎也就不需要动手了。在水冰清心里，我简直就是头怪物，无论是体力还是身手，因此能避免和我动手就尽量避免，大不了我辛苦点，总比丢了命强。我知道根本不会有救援，光是会进化的丧尸都很难处理了，更何况要不了多久寒潮就要来临了，到时候人在外面根本待不了多久，更何况救人呢？不过我并不打算告诉水冰清，我要让他和武太郎心怀着希望，最终绝望的死去。于是我摇头，不用多说了，还是正事要紧。水冰清期望落空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，嘴上却说道：这次我想多来点物资。2个半小时后，听到我轻微的鼾声，水冰清从床上蹑手蹑脚地爬起，从卧室到客厅再到大门，一共10步不到的距离。水冰清却艰难地用了将近5分钟打开房门。武太郎一个闪身进入房间。怎么样？他睡着了吗？睡着了。太好了，他就在卧室里。好，我这就去捉了他。武太郎绕开水冰清朝房间里走去，可没走几步，他就看见卧室门前站着一个人影。武太郎大惊失色：贱人，你不是说他睡着了吗？是睡着了呀。那他是谁？水冰清顺着武太郎的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卧室门前站着一道人影，瞳孔在黑夜中发出红色的光。水冰清也是被吓了一跳，不过很快就发现了不对，我的身高比他高了整整1个头，而眼前这人甚至比他还低半个头，而且看轮廓更纤细，不像是男人能有的身材。他小声提醒道：不对，不是那个混蛋。武太郎半信半疑，还好他也不是没有准备，为了预防这种看不清楚的情况，他特地带了个手电筒过来。他拿出手电筒打开后向前照去，一位身材娇小、长相精致的 JK 美少女安安静静地站在门前。他是谁？水冰清一副见了鬼的样子。他是小韩养的那头丧尸，他挣脱绳子了。武太郎也有些惊疑，他抬起手电筒向少女的脸照去，果然看到了她那异于常人的红色瞳孔。水冰清晃着武太郎的手臂：老公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要不然还是先走吧。水冰清已经在打退堂鼓了。武太郎做着激烈的心理斗争，他也害怕丧尸柳如烟，但他更清楚错过了今晚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虽然他也可以和水冰清先离开，等丧尸吃了我再回来拿走物资，可万一我也被感染成丧尸了呢？
武太郎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能在2只丧尸的看守下拿到物资，所以解决眼前这只挡路虎后，再去杀掉熟睡的我，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。这也是因为柳如烟的外貌看起来太人畜无害了，和别的血腥恐怖的丧尸完全不同，这才让武太郎有种自己能解决掉他的错觉。稳妥起见，武太郎眼珠子一转，对水冰清说道：“老婆，你帮我吸引他的注意力，我来解决他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。”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武太郎其实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水冰清的准备。一个对丈夫不忠的女人，留着也是浪费粮食。水冰清1万个不愿意，她可以为了武太郎献出自己的清白，但让她献出生命，她还没到这个程度。这时，丧尸少女的方向传来非常不耐烦的声音：“我说你们到底还要吵多久？”听到这声音，武太郎、水冰清2人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。他们转过头一看，果然看见我出现在丧尸身后。武太郎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没睡着？你们这么吵，我就算是睡着了也得给吵醒。在末世里睡得太熟，可是大忌。我已经能做到睡着时听到一点动静都会立刻醒来，更何况我根本没睡着。”看着我脸上淡定自若的微笑，水冰清忽然叫道：“你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，是不是？”我摇摇头，我只是了解你们2人而已。水冰清不明白我的意思，不过他还是对武太郎喊道：“老公，趁丧尸拖住他的时候，我们快跑。”你是说他吗？在2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，我抬手在丧尸的脑袋上揉了揉，动作颇为亲昵，而丧尸居然没攻击我，反倒乖乖地站着让我摸。武太郎、水冰清同时喃喃道：“怎么可能？这还是没有感情，只知道咬人的丧尸吗？”好了，既然已经叙完旧了，也该处理你们2个了。武太郎心头警铃大作，他一把将水冰清抓到自己身前，然后用力一推，水冰清一个踉跄摔倒在我身前。他转过头，脸上满是错愕地看着逃跑的丈夫。他怎么也不相信武太郎居然会推他想跑，2个人的身体素质完全没法比。武太郎还没跑2步就被我追上，从背后一棍子撂倒。武太郎抬起手想要求饶，等等，我有话要说。可我根本不跟他废话。水冰清看见我手上还在滴水的刀具，胆都快被吓破了，求生意志让他飞快地说道：“这一切都是武太郎的主意，是他想要害你，跟我没关系。求求你原谅我，我发誓，从今往后我一定把你当成大王一样服侍。”水冰清到现在还心存侥幸，他以为我一定舍不得杀掉他，可听到的却是我那毫无感情的声音。说完了吗？水冰清浑身一颤，忙抬起头，风骚的一笑：“主爷，奴婢知道错了，你想怎么惩罚奴婢就怎么惩罚吧，只求你饶我一命。”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你要死了。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第2天，我就全副武装，带着柳如烟骑着摩托车离开了公寓大楼。另一边，滨海大学一栋教学楼内，一群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，他们已经被困在这么好多天了。张伟、吴强，今天你们2个去找吃的。一位身上穿着各种名牌的男生说道。被点名的2人都很不愿意。凭什么是我们？虽然教学楼1楼楼梯被堵住了，外面的丧尸进不来，可其他教室里还是有着不少丧尸的，他们不愿意冒这个生命危险。杜阳生不客气地说道：“我排的，怎么你们不同意？”张伟还想说什么，被吴强拦了下来。算了，他是市长儿子，我们还等着他爸派人来救我们呢，还是别跟他起冲突了。2人离开教室后，杜阳生走向教室的一角，那里有一位气质出众、举止优雅的女人。雨兰，我昨晚联系上了我爸，他告诉他那里的局势已经差不多稳定下来了，要不了多久就能派一支队伍来救我们，到时候我们就安全了。苏玉兰闻言也是很高兴。那太好了。杜阳生看着苏玉兰的笑容，他犹豫地张嘴，但却被突然冒出来的女人打断。杜少，我们这里这么多人，都能获救吗？这个女人名叫张苗苗，是个拜金女，一直梦想着能搭上杜家这座靠山，嫁入豪门。其实单从长相来说，她仅比苏玉兰稍逊一筹，不过2人气质上的差距就非常大了。苏玉兰身上有种高山兰花一般高洁的感觉，而张苗苗则是俗得不行的铜臭味。杜阳生身边从来不缺拜金女，反倒是苏玉兰这样的很少见，这让吃惯了荤的杜阳生也忍不住想换换口味，因此他在苏玉兰面前一直是彬彬有礼的形象，为了的就是投其所好，来俘获苏玉兰的芳心。所以虽然被打断了很不爽，可杜阳生还是温和的回道：“放心吧，我绝不会抛弃任何一位同学的。”就在这时，窗外响起一阵轰隆隆的响声，教室里所有学生的注意力都被吸引，纷纷来到窗口向外望去。杜阳生一脸狂喜，忙来到窗边的位置。是摩托车的声音，一定是我爸的人来了。不过和他预想中几十人的车队不同，来的仅仅只有一辆摩托车，车上只有2人。张淼淼疑惑地问道：“杜少，你爸怎么就派出一辆摩托车？该不会你爸只打算救你一个人吧？”其他人闻言顿时急了，杜阳生在心里都快把张淼淼骂得狗血淋头了。这个贱女人，说话也不分场合。他忙安抚众人道：“大家放心，不会有人被丢下的。那应该是先来探路的，探清楚情况后就会派其他人来了。”摩托车上的2人在操场的位置停了下来，身后是大批聚拢过来的丧尸。2人丢下摩托车，朝着一个方向跑去。跑在前面的那人拎着一根棒球棍，将前方的丧尸一一打倒在地，而后面跟着的那个就看不出来了，因为他根本不出手，就光跟着跑。我此时正准备进入一栋大楼摆脱身后的大批丧尸，忽然听到远处有人打开窗户喊道：“这边！”我短暂的犹豫了下，便带着柳如烟改变了方向，向着那边跑去。那人见我过来了，于是让开位置。
我单手撑住窗框，一个跨栏翻身进入教室，整套动作干净利落。柳如烟身体僵硬，不会翻窗，只能呆呆地站在窗前。几名热心的男学生见状，准备上前搭一把手，却被我推开，不用，我来就行。说着，我探出上半身，双手夹在柳如烟的腋下。有几只跑得快的丧尸追了上来，一男生见状，忙将窗户关上，将他们挡在外面。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臭屁感觉的男生向我伸出了手。你一定是我爸派来救我们的吧？我没有和他握手，反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杜阳生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，他指着自己介绍起来：“我是杜阳生啊，你接的任务难道不是来救我吗？”我摇摇头，我不认识你，也没接过什么任务。我当然认识杜阳生，而且不仅是认识，还很熟。前世的时候，杜阳生就没少以各种借口使唤我卖命，得到的物资却被他以集中管理和分配的理由全部拿走。他则和他的小弟监守自盗，肆意享受其他人的劳动成果，背地里还用食物分化瓦解男生阵营，胁迫女生来换取食物，简直就是一群人渣。我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，选择了离开。临走前，还特地将我看到的一切告诉给了苏玉兰，想让她跟我一起走。可惜苏玉兰被杜阳生表面良好形象蒙骗，压根不相信我的话。她觉得我就是贪图她的身体，故意污蔑杜阳生。我百口莫辩，只能独自离开。离开后，我找了一个还算不错的避难所，搜集了不少物资。再后来就是突然有一天，苏玉兰找上来，哭着说杜阳生是个人渣，后悔当初没跟我一起离开，可把我心疼坏了，竟真的打开了门。现在想来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生横跨整个大学，又穿过10几条街道，怎么想都不可能。只是当时的我太傻太天真，被当成翘嘴钓了。而我之所以装作不认识杜阳生，一是为了让他丢脸，二是找机会报复。杜阳生脸色有些不好看，他刚还和其他人夸下海口，现在这么快就被打脸，面子上实在挂不住。为了挽尊，他以领导者的腔调说道：“也就是说，你和我们一样，也是普通人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应该按照我们的规矩来。为了我们大家都能活下去，麻烦你上交你的物资，由我们来统一分配。”你们能不能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打算和你们抱团取暖，所以物资我是不会交给你们的。杜阳生冷冷一笑，指着窗户说道：“那不好意思，请你离开。”我自然不会答应，这里这么多教室，我选一间住几天，然后自然会离开，不用你操心。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，人群后面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：“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是说有人来救我们了吗？”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位穿着碎花长裙、长发及腰、清新脱俗的女人从教室外走了进来。杜阳生上前一步，站到她身边：“雨兰，这人不是我们学校的，想留我们这里，我们正要赶他走呢。”苏雨兰眉头一皱：“他想留下就让他留下呗，我们这里空教室这么多，何必要赶人家走呢？”杜阳生解释道：“雨兰，这人来历不明，万一是什么犯罪分子就危险了。”那也不能赶人走啊，你这不是让他送死吗？苏雨兰走上前，对围着我的其他学生说道：“都散了吧。”学生们犹豫地看向杜阳生，直到杜阳生点头后，他们这才散开。你们没事吧？看着眼前的温柔的笑容，我不禁有些恍神。这时候的苏雨兰还见不得有人死，即使是陌生人，她也会提供帮助。这样的性格可以说是善良，是她的闪光点。但在末世里，这种不分好坏的善意就显得有些圣母了。不过前世的我就吃这套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给她开门，因为我就不觉得苏雨兰会害我。不过人心隔肚皮，谁也说不准一个人遭遇了一些事后会不会发生改变。我回过神来，友好地说道：“我们没事。”苏玉兰浅浅一笑，目光越过，看向我身后的柳如烟：“那就好，这位是你妹妹吗？好漂亮。”算是吧。苏玉兰很高兴看见有新的女生加入，这里的幸存学生接近80%都是男生，比例都严重失调了。你好，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但是她的热情却贴上了柳如烟的冷屁股，没得到她的任何回应。苏玉兰被无视了，有些尴尬。别介意，我妹妹不会说话。原来是这样。苏雨兰看着柳如烟的眼神中带上了同情，她心里暗自惋惜，这么漂亮的小妹妹居然不会说话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不过苏雨兰还发现了不对劲，为什么她要一直盯着我的脖子，好像还吞了口水？而且你妹妹的眼睛是红色的，跟那些丧尸似的。小韩先是对柳如烟摇摇头，以防她忽然对苏雨兰发动袭击，然后才忽悠苏雨兰。我妹妹戴了美瞳，苏雨兰很轻易的就相信了小韩的话。那你们就先在这里住下吧，1楼到3楼都是安全的。你可随便选一间空教室，不过切记4层往上都非常危险。交代完注意事项，苏雨兰便离开了。杜阳生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小韩，然后跟着一起走了。很快到了中午12点左右，一间门口贴着仓库字样的教室前，10几名学生都等着领取今日的食物的。就在这时，所有人都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，10几号人连队都不排了，闻着香味就往楼下跑去。早上那2个陌生人居然在做饭，众人眼睛都红了，比丧尸都吓人。小韩给柳如烟盛了一碗，他立刻埋头吃了起来。小韩又给自己盛了一碗，美美的吃了起来，对外面那么多双眼睛视若无睹。杜阳生自己也想吃，他走进教室：“朋友，有事吗？”小韩斜眼看他：“我可以拿吃的换你的食物吗？”“不行，就你们那些饼干饭团的，别说味道了，吃都吃不饱。”小韩想也不想的拒绝。杜阳生还试图说什么，但小韩不搭理了他了。被无视的杜阳生心中升起一股怒意，他冷哼一声，走出了教室。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他一出来，立刻被其他学生围住。杜阳生摇摇头，顿时哀声一片。
小韩走出教室，他手里的碗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想吃吗？他对着所有人说道。众人急切地点头，就连杜阳生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然后反应过来，觉得没面子，一张脸涨得通红。很好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人能答得上来，这碗肉就给谁？小韩清清嗓问道。你们谁是建筑学专业的？这问题一出，所有人鸦雀无声。小韩皱眉，难道这里没有他要找的人？就在这时，人群中发出一道很小的声音：我是建筑学专业的。人群纷纷让开道路，说话的是一名梳着麻花辫、戴着黑框眼镜、显得有些土里土气的女生。被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女生有些紧张，不过对食物的渴望压倒了她内心的恐惧。小韩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这位女孩，在她印象里，像建筑学专业和土木工程专业都是男人才会选择的，毕竟这两个专业毕业以后都是要上工地的。一个女孩子怎么忍受得了工地的艰苦环境？而且她畏畏缩缩的模样，很难让小韩相信她的专业水平。似乎是从小韩的眼神中感受到了轻视，麻花辫女孩鼓起勇气，一股脑地说道：我叫席乐，是我们专业的第一。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问问其他同学。我之所以会在这里，是因为感染爆发前，我来找一位朋友。我相信你，不过你会画图纸吗？小韩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相信他，更不是因为看他可怜，而是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别人看不到的面板。姓名席乐，建筑学专业学生，好感度0，初始奖励太阳能发电设备、污水净化装置2选1，初吻奖励监控系统，包括监控摄像头和安全警报器，完全攻略奖励自动炮塔4以及自动炮塔专用弹药100发。好家伙，这奖励一个比一个有用啊！如果能全部获得的话，对安全屋的提升非常巨大。听到小韩的问题，席乐想了也不想的点头。我会，无论是建筑的平面图还是剖面图，我都会。好，我雇佣你，报酬是每天1碗肉加1碗菜。席乐本来以为能吃到一点肉就不错了，想不到居然还有蔬菜，立刻接受了这份工作。小韩看着欢欣雀跃的席月，心里想的是像席乐这样专业第一的学生，以后毕业肯定是要进入各大设计院的。现在自己只用一点食物就能让他为自己卖命，这笔买卖不亏，双方都觉得自己赚大了。有人高兴就有人不开心。杜阳生恨得牙痒痒，他朝自己的小弟使了个眼神后就离开了。小弟会意跟在后面，两人来到楼梯处。甘伟先是朝两边扫了眼，确定没人跟上来后说道：杜少，这外来的这么嚣张，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，要不……不行，白天他对付丧尸的身手你也看见了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杜阳生沉思后说道。甘伟很不服气，他觉得会打丧尸算什么本事？就那动作迟缓僵硬的丧尸，他上他也行，也就有可能被感染比较棘手。先别管他，他就一背包吃的，顶多吃个2天。甘伟还想说什么，但杜阳生已经走了。甘伟看着他的背影冷哼一声，说到底还不是为了个女人，你自己大吃大喝看不上她的食物，我可还饿着肚子呢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把她的物资弄到手才行。席乐吃完东西，意犹未尽的舔舔嘴角。萧寒见状问道：要不要再来点？席乐摇摇头，满足的摸摸肚子。不用了，再吃肚子就不舒服了，而且我已经吃完了今天的报酬，透支明天的话，明天就要饿肚子了。小韩听到这话一愣，又注意到席乐的好感度一下子涨了10点，他忽然有种罪恶感，仿佛邪恶资本家压榨单纯小员工。摇摇头，将杂乱的思绪抛到脑后，那就开始干活吧。你要多久才能画出来？席乐头也不抬的回道：看情况吧，专业的建筑设计师画普通30平左右的设计图纸，一般1天就能出1张。你这种要求比较特殊的，大概10几天吧，后续修改的话还要2、3天。小韩皱眉，算算时间，离寒潮降临就只剩下1个星期多了。如果不能在这之前搬进安全屋的话，就得留在这四处漏风的教学楼里挨冻了。小韩可不想这样，我需要你在7天之内把图画出来。席乐先是有些犹豫，然后眼神坚定下来。没问题，7天就7天。小韩想了想，觉得还有必要添加一点其他东西。对了，能不能在图纸上再预留4个炮塔的位置？席乐闻言点了点头。还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吧。小韩看了眼席乐的好感度，还好没有降低，说明他对自己这个难搞的乙方没有嫉恨。你忙吧，我出去看看。放下席乐一个人在教室里画图，小韩带着柳如烟逛了起来。他站在每个窗户的位置向外看去，寻找适合建造安全屋的位置。最终小韩决定安全屋的位置就选在学校和后山的中间，主要原因有2，比起操场，这个位置要更加隐蔽，前有大楼，后有大山，如果不进入学校很难被人发现。末世里抢劫别人物资的土匪可不少，这不能不防。另外异兽的话数量还是很稀少的，除非真倒了大霉，一般是遇不到的。接着小韩拎起棒球棍开始清理周围的丧尸。小韩小心翼翼地走向最近的一头丧尸女学生，从背后偷袭，一棍敲在她的脑后。这一棍下去，丧尸女学生立刻不动弹了，不过发出的声响还是将其他4头丧尸引了过来。突然一头丧尸的血盆大口咬在小韩的棒球棍上，两人一上一下搅起力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纤细的小手一把抓住丧尸的脖子，将它丢了出去。小手的主人正是一直呆呆站在一边看戏的柳如烟。来不及思考，那只被丢出去的丧尸怒吼一声，又向小韩冲了过来。小韩赶紧从地上爬起，拿起棒球棍就要迎击，但身旁的人影动作比他更快，向前一步又抓住丧尸的脖子。只听到咔嚓一声，丧尸歪着脑袋倒在地上。我去，小韩想不到看上去柔柔弱弱的柳如烟力气居然这么大，看来我猜的不错。柳如烟果然是发生进化了。当初小韩看着柳如烟的皮肤从灰白一点点变得粉嫩，就有了猜想。
如今终于得到了证实。萧寒打开系统面板，上面显示柳如烟的好感度又涨了10点，已经从40已经涨到了50。接下来就看邪乐能不能及时把图纸赶出来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回去的路上躺着零星几头尸体，大约一共有10几只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小韩干的。柳如烟只有在看到小韩陷入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出手帮忙，其他时候都是默默看戏，给小韩一种感觉，那就是他不是为了自己出手的，更像是护食。看来要做到指挥柳如烟，还得继续提高好感度才行。当小韩和柳如烟回到教学楼2楼教室时，席乐依然埋头在工作。这么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，小韩甚至考虑要不要提高报酬，就给1碗肉和1碗土豆，好像是有些说不过去。听到耳边的脚步声，席乐停了一下，发现是小韩后又低头继续画图。小韩刚想说什么，就看见苏玉兰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你来做什么？一见到这个背叛过自己的女人，小韩的心情一下子就坏了不少。苏玉兰对小韩语气中的生硬感到有些奇怪，不过她并没有多想，只以为他是对陌生人警惕。我是来看看你们需不需要被子。不用了，他还是冷着脸拒绝。苏玉兰虽然被拒绝，但并没有生气，而是好奇地看向柳如烟。你们这是去干嘛了？怎么浑身都是血？该不会是受伤了吧？这些不是我们的血。苏玉兰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他去清理丧尸了。那你们要清洗一下吗？小韩本来要拒绝的，不过他想了想，这血粘在身上确实难受。走廊尽头有厕所，你可以去那里清洗一下。知道了。小韩绕过苏玉兰，背着背包走到厕所，进入左边的男厕，正准备脱衣服，却瞅见柳如烟也跟了进来。小韩有些不自然，他摇摇头，告诉自己算了，一头丧尸而已，当他不存在就好。将身上的血液洗干净后，又把换下来的衣服简单清洗了下。他想了想，自打他重生以来，柳如烟好像就一直穿着 JK 制服，虽然不知道丧尸会不会流汗，但刚才的战斗也在他白皙精致的脸庞、细嫩的四肢上沾了不少血液，让他有了种妖艳的美感。考虑到会有异味，小韩决定给柳如烟也洗一下。柳如烟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小韩，虽然知道他脑中并没有男女之别，但小韩的脸还是红了一下。他咳嗽一声，将柳如烟牵到水龙头前。柳如烟一直看着小韩，纯真的眼睛加上无辜的表情，总让小韩有种欺负小萝莉的罪恶感。小韩咬咬牙，动作快速解开柳如烟的蝴蝶结，接着快速给对方清洗。他自己洗澡都用了3分钟，柳如烟洗澡怕是1分钟都没有。小韩满头大汗，觉得这比连杀10头丧尸都要累。终于结束了，行了，这下你应该不会不舒服了。小韩抬起头和柳如烟对视了一眼，发现他目光炯炯有神地看着自己，和以往不同，这次小韩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情感波动。小韩凑近了想仔细观察一下，但下一秒柳如烟的身体直接贴了上来。小韩完全没料到柳如烟会突然袭击自己，因此根本没躲闪。他脑中最后一个念头是，我就知道丧尸也不能相信。但与小韩想象中疯狂的撕咬不同，一股柔软略带甜味的触感从嘴唇上传来。小韩睁开眼，眼中满是错愕，惊讶地看着这个吻着自己的丧尸少女，直到系统机械音的响起，才让他回过神来。获得波波奖励丧尸病毒疫苗，注射后可免疫病毒感染。小韩手里一沉，多出来一管注绿色的射药剂。他抓住柳如烟的双肩，手上传来的光滑触感让他心头一荡。他赶紧推开柳如烟，但下一刻柳如烟又贴了上来。小韩只能用一只手撑着，才看清眼前的面板。姓名：柳如烟，身份：女大学生 cosine 爱好者，好感度60，完全攻略奖励基因进化药剂1。小韩没想到柳如烟的好感度就涨到了60，达到了喜欢的阶段，这就能解释柳如烟为什么会波波小韩了。小韩关闭系统面板，对着一直企图和他贴贴的柳如烟问道：“你现在有感情了吗？”柳如烟歪歪头，模样有些呆萌。小韩估计他不能理解这么复杂的词汇，于是又换了个简单的问题：“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”这会柳如烟能理解了，高兴的点点头：“太好了。”小韩无比激动，又尝试问了几个问题，但柳如烟稍稍复杂一点的问题都会陷入呆滞。这样一来的话，想让柳如烟单独行动的话还是不太可能。但经过训练，并且有自己在一旁看着的话，估计还是能执行一些简单的任务的。而且随着好感度的提升，说不定柳如烟真能完全恢复人类的情感，到时候一定能理解更多复杂的指令。不过现在的话，还是先从厕所里出去再说。小韩背上背包，带上柳如烟从厕所走了出来。刚一出门，就在拐角处撞到了苏玉兰。你们洗好了？我这里有些女生穿的衣服，是从其他女生那里要来的，我估计你们用得上。小韩打心眼里不愿意接受苏玉兰的帮助，这会让他报复起她的时候会心软。于是小韩从包里拿出一包饼干，我用这个跟你换。不用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苏玉兰话还没说完，小韩强行将饼干塞进了她的手中。苏玉兰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小韩已经带着柳如烟离开了。她站在原地有些失望，她只是想帮助下这对外来的兄妹，但小韩一直不愿意接受她的好意，这让苏玉兰有些挫败感。回到教室里，小韩将针头插入手臂，将一管药剂全打了进去，静待了半个小时。小韩并没有感受到什么不适的反应，这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打了过期的疫苗。为了验证疫苗的作用，小韩将自己的手臂横在柳如烟面前，来，咬一口，不过注意别咬太大口，而且千万不要撕咬。这个举动无疑是非常危险的，要是疫苗不管用，小韩就完蛋了。但是小韩还是选择相信系统，既然系统说了注射疫苗后能免疫丧尸感染，那就一定能。要是打了疫苗还继续提心吊胆的担心被丧尸咬，那这疫苗不就白打了吗？
倒不如趁这个时候试验一下。柳如烟懵懵懂懂地理解了小韩的意思，张开嘴咬住了小韩的小臂，但小韩并没有感觉到皮肤被刺破的痛感，反倒是有道柔软温暖的毛刷在他手上扫来扫去。小韩将手臂拿开，看着上面一大片口水，他简直欲哭无泪。我让你咬，明白吗？嗷呜那种。经过小韩的示范，这次柳如烟终于明白了，一口下去，小韩的手臂上留下一个牙印，从里面渗出嫣红的血液，接下来就是等待了。小韩在心里默默计时，一般来说，根据个人体质的不同，丧尸病毒发作的时间为30秒到30分钟不等，所以小韩就数了30分钟。确定了自己没感染后，他陷入了兴奋的情绪之中。太好了，这下唯一担心的被感染问题也迎刃而解了，这下丧尸对他的威胁就更小了。当然，要是被一大群丧尸包围了，那还是相当危险的。光是一人一口，小韩就只剩骨头了。深夜，两个人影偷偷摸摸的在走廊上移动，借助月亮的光辉，来人的脸依稀可见，赫然就是甘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还不见来救他们的人，甘伟已经隐隐有了异心，因此他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行动。杜少怪罪起我们来，怎么办？怪就怪呗，大不了连他一起干掉。甘伟说这话的时候无比严肃，那人听他不像开玩笑，于是说道：你疯了？你想一辈子待在这里？梦涵，你还没发现吗？这么久了都没人救我们，这说明了什么？孟海一脸茫然。白痴，说明不会有人来了。甘伟语气中浓浓的恨铁不成钢。怎么可能？杜少他爸可是市长。你爱信不信，总之我们必须得为自己考虑了。孟海犹豫地站在原地，脸色不停地变换。甘伟见状又给他添了一把火。难道你不想自己掌控这个营地？难道你不想不再挨饿？难道你不想和苏雨兰、张淼淼那几个女生谈个朋友？甘伟悠悠的声音在楼梯间回荡，仿佛从地狱中传出的恶魔语言。孟海，我可是把你当成兄弟才喊上你一起的，你不愿意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回去了。孟海猛地抬起头，却发现甘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他面前，背在身后的手上拿着一根不锈钢做的双节棍，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。孟海毫不怀疑，只要他一转身，甘伟会毫不犹豫地打爆他的脑袋。一边是杜阳生不切实际的承诺，一边则是实实在在的诱惑和生命威胁。孟海会怎么选择，已经不言而喻。好，我跟你干。甘伟瞬间换上一张笑脸，伸出手和他用力握了握，充分展现了变脸的艺术。明智的选择。选择好阵营后，两人一前一后走下楼梯，沿着2楼的走廊摸到了小韩所在的教室。就是这里了，我先进去，你跟在后面。教室前后的门都被从里面锁上了，不过这阻碍不了拥有丰富逃课经验的甘伟。他抵住窗户鼓捣了一下，就把窗户推开了，接着一个翻身从窗户里跳了进去，无声无息的落地。孟海没甘伟那么敏捷，为了不发出声响，他先是一只脚跨过窗户骑在上面，然后把另一条腿也跨过来。正要下来的时候，他却注意到教室那一道矮小的身影直挺挺地爬了起来。甘伟警惕地转过身，但已经晚了。他只感觉到胸口一疼，一只纤细的手臂穿胸而过。孟海被吓破了胆，一时间都忘了大声呼喊，也忘了逃跑，就这么呆呆地看着，直到神秘女孩朝他走来时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想起了逃跑。然而身体还没转过来，他同样感觉到胸口一疼。步了甘伟的后尘，短短几秒钟的功夫，教室里就多了2具尸体。甘伟两人死的实在是太快了，连一点动静都没造成。小韩自然也没被吵醒。第二天小韩醒来，柳如烟见小韩醒来，抬起手向小韩展示，接着又看向窗边。小韩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看到一人倒在地上，一人靠在窗户上，胸口位置都有一个大洞，尸体旁边的地上还有一根双节棍。小韩顿时明白了一切。小韩站起身摸了摸他的头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待会儿给你做好吃的。趁着其他人还没醒来，小韩将两人的尸体从窗户口推了出去。过了1个小时，杜阳生那张令小韩生厌的脸也出现在教室门口。一见到小韩，他就地问道：甘伟呢？小韩装作一无所知的回道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也不认识什么甘伟。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他早不失踪晚不失踪，偏偏在你来后第1天消失了，不是你干的还能有谁？有人失踪了，你应该去张贴寻人启事，而不是来我这里撒泼打滚。两人争吵的声音吸引来了不少学生的围观，其中苏雨兰、张淼淼等人也在内。怎么了？杜阳生语气稍稍柔和了一些，但还是很不生硬。甘伟孟海不见了，会不会是出去寻找物资了？杜阳生肯定地说道。不可能，没得到我的命令，他们是不会擅自离开的。小韩趁机插嘴道：你怎么肯定他们就会听你的话？说不定他们早就对你不服了，趁你睡着的时候跑路了，也说不定。杜阳生眼睛都被气红了，恨不得当场收拾小韩。但是他论计谋还可以，打架的话就不太行了。就他一个人的话，肯定不是小韩的对手，还得回去招揽手下才行。苏玉兰想要缓解这火药味十足的气氛，应该是他们俩有事外出了，晚点会回来的，再耐心等等吧。杜阳生顺着他给出的台阶就下，我就信雨兰一回，要是晚上前他们还不回来，我一定向你讨个说法。丢下狠话，杜阳生转过身，冷着脸离开了。苏玉兰对其他看热闹的学生说道：没事了，都散了吧。人群散开后，他向小韩点点头，也回去干自己的事情了。另一边，小韩带着柳如烟又开始了今天的丧尸清除工作，却听到远处隐隐有人的呼喊声。小韩拄着棒球棍朝那边望去，只见一栋大楼的窗边有个女人在大喊大叫。小韩忍不住吐槽：找死吧，这疯女人在末世，大声呼叫可是非常愚蠢的行为。小韩知道她是想引起自己的注意，但小韩根本不打算去救她。不过女人的呼喊阴差阳错地帮了小韩一把。空地上的丧尸听到动静，
都缓慢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移动，正好省了小韩的功夫。小韩对着柳如烟说道：“走吧，今天可以早点下班了。”宁晓见状急坏了，喊得更大声了：“等等，你们这是要去哪？你们难道没听见我的呼救吗？”楼下的丧尸已经围得里3圈外3圈，后面的丧尸踩在前面丧尸的身上，渐渐堆起了一个小山包。不过宁晓在3楼，暂时还不用担心丧尸爬上来，反倒是厕所外面的教导主任才是真正的威胁，撞得更加起劲了。砰砰的撞门声将宁晓的注意力拉了回来，意识到自己要是再喊下去，外面的教导主任一定要撞门而入了。他只好闭上了嘴。最大的失望不是从一开始就没希望，而是明明给了希望又收了回去。宁晓蹲下身体，抱着膝盖哭泣起来。因为不敢发出声音，他只能默默流泪，肩膀时不时颤抖一下。回到教室，小韩向席乐询问道：“你刚才听见有一个女人在大喊吗？”席乐点点头，听见了，好像是宁老师。宁老师，你认识他？席乐语气平淡地说道，就好像在说一个陌生人一样。他是我们学校的校医，我之前去过几次校医务室，他帮过我几回。你想让我去救他吗？小韩的问题让席乐握着鼠标的手停顿了一下，显然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冷漠。我只是觉得他可能对你有用而已。席乐已经对小韩的个性有了些了解，那就是他只要对他有用的人，席乐看得非常明白，而且他并不觉得小韩这么做有什么不对，换作是他也会这么做的。席乐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对了，那栋大楼就是我们学校的行政楼，那里有很多消防器材，可以当做武器。”我知道了。小韩并没有告诉席乐他的决定，而是牵着柳如烟带他去清洗了。席乐的眼睛从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离开，看向远处的大楼，席乐轻声说道：“宁老师，我已经努力过了，剩下的只能祝你好运了。”时间又过去了2天。学生幸存者的数量又有所下降。小韩刚来的时候，幸存下来的学生大约有50多人，现在估计只有30几个了。人数的下降使得一种恐慌的情绪在教学楼里蔓延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坚持得到救援的到来。以前大学生群体身上特有的纯真快速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野兽般的凶狠。大部分人都开始有意识地偷藏食物，并且其他人的目光无比警觉，仿佛每个人都在觊觎自己的食物似的。唯一活得还算滋润的只有小韩等人，顿顿都吃烤土豆炖肉，把其他人馋坏了。杜阳生很纳闷，小韩的食物怎么就跟吃不完似的？他这么多人收集物资的仓库都快见底了，小韩那一个背包居然还能掏得出吃的来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这天，小韩对认真工作的席乐说道：“帮我看着点他，我要出去一趟。”席乐有些诧异，小韩和他妹妹柳如烟几乎是寸步不离，怎么忽然把他留下了？小韩看出了他的疑惑，解释道：“我要去趟行政楼去拿装备，带着他不方便。”席乐恍然大悟，教学楼和行政楼中间隔着这么多丧尸，一路无双砍过去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唯一的办法就是绕着操场前行过去，这样的话确实不好带着柳如烟。我知道了，我会保护好你妹妹的。小韩眼神怪异地看了他一眼，谁保护谁？不过小韩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就准备出门。临走前，他还特地回头对席乐说道：“对了，你说的那个宁老师全名叫什么？”席乐先是一愣，随后面露喜色说道：“宁晓，他的全名是宁晓。”小韩点点头，同时他也思考过了，如果真跟席乐说的一样，那个宁老师是个校医的话，那么还是有必要救一下的。毕竟小韩又不是铁人，也是会受伤会生病的。之所以没立刻去救人，而是拖了2天，当然是为了让宁晓彻底绝望，这样小韩再去救人的话，宁晓才会对他感恩戴德。他要的不是会发脾气，还有可能会背叛的员工，小韩要的是会以他马首是瞻，他说什么就做什么，绝不会多问的手下，甚至是仆人。想做到这种程度，就得让宁晓意识到小韩是唯一会救他的人。从教学楼通往行政楼，需要沿着操场外的水泥路，中间还得拐一个弯。小韩靠着操场的那一侧小心且快速的移动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滨海大学的绿化非常不错，道路两侧都种着树，并且还有灌木丛遮掩，因此无论是路上还是操场内的丧尸都没发现小韩。小韩仅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来到了操场的东侧，然后蹲在灌木丛内仔细观察情况。位于他前方的是一块空地，中间没有任何可以遮掩的障碍物，而他此行的目的地，一个红色的柜子上面写着微型消防站的装置，就伫立在行政楼的墙边。不过空地上游荡着10头丧尸，想要从背后偷袭将他们全部解决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必须速战速决。小韩深呼吸一口气，以猎豹般的速度冲向微型消防站。最前面的几头丧尸因为离得比较远，小韩直接将他们无视，而挡在路中间的丧尸，小韩直接一棍撂倒，或者是砸得他们身体一歪，让开道路。丧尸们发现了小韩，发出一声怒吼，像一张围上的渔网一般合拢过来。小韩见状，速度又猛地一提，赶在丧尸将他包围之前冲出了重围。终于小韩抵达了目的地，当他看到微型消防站，他差点气得吐血。我靠，哪个混蛋把消防站上锁了？按照规定，学校微型消防站是不允许上锁的。他用余光看去，身后的丧尸已经追上来了，离他只有10米远了，拼了！小韩用力一脚踹在玻璃门上，上面出现蛛网状的裂纹，再一脚踹出一个窟窿。小韩顾不上锋利的玻璃碎片，将手伸到里面就掏，2个对讲机、1柄消防斧、1根逃生绳，统统拿走。这时丧尸离小韩只有不到3米了，小韩不用转头都能听到身后沉重的脚步声和喘息声。最后拿上一个强光手电，小韩撒开腿跑进行政楼中。教导主任办公室厕所内，宁晓已经有些意识模糊了。宁晓一语道：“无论是谁，求求你救救我！”
他似乎听到外面传来开门的声音，随后是一声戛然而止的嘶吼。宁小只觉得是他恶出幻听了，直到厕所的房门被砰的一声踹开，重重的砸在墙上。宁小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：是丧尸进来了吗？也好，毁灭吧，我不想再坚持了。死了多可惜，我没来晚吧？宁小猛地睁开眼睛，用尽全身力气喊道：我还活着，救我！光亮照射进厕所，如同一道来自天堂的圣光一般神圣。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就站在门口，背着光芒，仿若神明。宁小一时有些失神，小韩扔给他一根棒球棍，自己拿起消防斧说道：还能动吗？想活命的话就拿好武器。宁小以为小韩是专门来救自己的，他只要跟在他后面就好，没想过他还要动手。不过小韩是他唯一的希望，如果他丢下自己的话，自己是绝对活不下去的。宁小咬咬牙，扶着墙站起身，我可以。那就跟上来。小韩带着宁笑走出房间，一头中年秃顶的丧尸一直循着办公室传出的动静摸了上来。宁笑紧张地抱紧棒球棍，是王老师。小韩一个箭步上前，一斧头劈在丧尸头上，嵌进去将近10厘米深，仅一下丧尸就不动弹了。小韩由衷的感叹，真好用。宁小有被震撼到，小韩击杀起丧尸来太轻松惬意了。等小韩都走出去几步了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匆匆地跟了上去。楼梯上有不少丧尸，都是跟着小韩进入行政楼的。小韩沉着地说道：跟紧了啊。宁小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连他自己都没发现，他已经变得依赖起小韩了。在宁小眼里，就是小韩就像战神一般在前开路，恐怖的丧尸在他面前如同砍瓜切菜。短短几分钟，丧尸的尸体就在楼梯上铺了一层，宁小不由得看得失神。小韩的形象在他心中越发高大和神圣。这时他的脚踝忽然被抓住，宁小被吓了一跳，忙低头看去，只见脚边是一头脸被咬掉一半，穿着职业套裙的女丧尸。宁小认出了女丧尸，正是他的前同事之一阿兰，但对方可认不住宁小，还张合着嘴巴。宁小不敢动弹，腿抖得跟筛子一样。他用乞求的目光向小韩看去，却看见他就站在一旁无动于衷。你手上是有武器的，别怕他。小韩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就让宁小逐渐冷静下来。我知道了。宁小将棒球棍举过头顶，心里默念一声对不起，随后闭上眼用力砸了下去。丧尸的液体溅到了他脸上，让他下意识地睁开了眼。看见女丧尸已经不动弹了后，他大脑一片空白，只剩下轰鸣。宁小自言自语道：我做到了。小韩一直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这头露过去的女丧尸显然是他故意的，他就是要用这种最残酷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来让宁小快速成长起来。小韩点点头，得到小韩的肯定。宁小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喜悦。行政楼内的丧尸已经被清理干净，接下来就是原路返回。喜乐站在窗边兴奋地说道：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柳如烟背着背包站在他的旁边，光从他面无表情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他的情绪，但他的目光却一直跟随着黑点移动，并快速放大，仿佛全世界就只剩一道身影。两人周围还有不少学生围观，张淼淼也在人群中，眼睛闪闪发光。果然我没看错，这种人才可能在末世生存下来。加上上次小韩已经2次带人从丧尸群中出来了，那么把人换成超市物资，结果也是一样的，甚至还要更轻松。想到这里，张淼淼甚至有些极度喜乐，凭什么他就能这么轻松地傍上这么粗的大腿？就因为他学的建筑学专业吗？张淼淼握紧拳头，心里有了决定。不行，我一定要他拜倒在我的16群下，为我卖命。小韩带着宁笑已经抵达了窗前，席乐刚想上去开窗，但有人比他还要快。席乐本以为是柳如烟，但转头一看，柳如烟还站在原地。只见张淼淼推开窗户向小韩伸出手，但小韩并没拉他的手，而是一个跨栏动作就翻过了窗。反倒是宁小拉着张淼淼的手困难地爬了进来，其他学生上前将宁小围住，七嘴八舌地喊起来。看得出来，宁小在学生群体中挺受欢迎的，一来是他的教师身份是在场唯一的大人，二来则是大多数人都受过宁小的治疗，对这个温柔的校医老师印象很好。苏玉兰跟宁小聊了几句，就朝小韩走去，给他深深鞠了一躬。谢谢你救了宁老师，我果然没看错，你是好人。小韩嗤之以鼻，也懒得反驳，带着柳如烟就朝楼上走去。宁小见到小韩离开了，直接丢下学生，小跑着跟了上去。等等我，宁老师不是一直很礼貌、很关心学生的吗？怎么会丢下他们跑了？学生们面面相觑，不明白宁小怎么了。2楼教室里，4名女人同时出现在门口。席乐推推镜框打量着其他3人，你们这是？4人中只有他出现在这里是最名正言顺的，其他3人多多少少有些心虚。张淼淼脸皮最厚，很自然地解释道：我是来找小韩的。宁小甚至现在才知道自己救命恩人的名字。作为一名成年人，处理起这种尴尬的场面还是很轻松的。我是特地来感谢小韩的，毕竟是他救了我。 3人的目光同时看向最后面的苏雨兰，苏雨兰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过来。教室的大门被从里面打开，柳如烟出现在门后。席乐自认为跟柳如烟关系更好，热情地打招呼：如烟，我来吃饭了。说完仰着头，一副骄傲的表情走了进去。然后是宁小、张淼淼，剩下苏雨兰先是松了口气，在门口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给自己找了个理由：我得进去防止张淼淼搞事儿。小韩坐在锅前，看到这场面也是愣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又恢复过来。打开锅，一股浓郁的香味飘散整个教室。4个女人闻到这味道，都不受控制的咽了口唾沫。小韩先给自己盛了一碗，又给柳如烟盛了一碗。
其他人都有些羡慕的看了他一眼，大家都是女人，凭什么先给你？不过想起柳如烟的身份，他们又释然了。哥哥对妹妹好也很正常。席乐表示道：老板，我来领今天的报酬了。小韩点点头，也给他盛了一碗。席乐一边吃着，一边用得意的小眼神瞟着其他人。从教室门口见到其他人开始，他就一直有种危机感。这种危机感来自于他对自身颜值的自卑。其他人哪个不是身材颜值俱佳？尤其是苏雨兰和柳如烟，简直是校花级别的。宁晓身材最好，而且身上有股温柔大姐姐的感觉，纯情小男生最喜欢她这种了。张淼淼也差不了多少，同样很受男同学们的欢迎。只有席乐一直是土土的农家女孩的感觉，她生怕自己没了利用价值后，小韩会抛弃自己。出于对小韩的理解，席乐知道这种事情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，所以他才动了小心思，竭力的想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出他和小韩以及柳如烟的关系有多好。宁晓饿了这么多天，完全靠意志力撑到现在。闻到香味后，他的表现也最为不堪，两只眼睛都快掉锅里去了。靠着仅有的理智，宁晓将他的目光从锅里转移到小韩脸上。你叫小韩是吗？谢谢你救了我。谢谢你救了我，之前情况危急，小韩根本没仔细看，直到现在才看清楚宁晓的样子，染得棕色的长发充满了成熟女人的魅力。她的美丽得到了系统的认可。姓名宁晓，身份校医教师，好感度50，初始奖励医疗箱，包括止血喷雾、消炎药、消毒液等常规药品30种，医科教材从大学到博士。波波奖励丧尸病毒疫苗1，完全攻略奖励医疗室加医疗器械。因为还没发生过牵手接触，所以还没获得初始奖励。不过这起步就50的好感度已经非常高了，一举超过席乐，成为仅次于柳如烟的存在。小韩收回目光问道：想吃吗？宁晓坦诚的点点头。为我工作，我可以给你和他一样的待遇，一天1碗肉和土豆。一旁美美吃着的席乐听到这话动作一致，顿时觉得肉都不香了。宁晓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，没问题。小韩也给他盛了一碗，他立即狼吞虎咽起来，果然是饿坏了，吃相和柳如烟有的一拼。小韩又把目光看向剩下的两人，这两人同样符合系统标准。首先是张淼淼，身份拜金女学生，好感度10，初始奖励车子1辆，初吻奖励100平房产，完全攻略奖励房产面积扩大至1000平。小韩看了看，发现奖励的车子可以是民用的，也可是军用的，从跑车到越野车，甚至可以是装甲车、坦克车。100平房产也不错，能把他的安全屋面积扩大1倍，看来还是很有必要认识一下这个张淼淼的。然后是苏雨兰，前世的时候小韩唯一攻略的目标，身份艺术生钢琴家，初始奖励钢琴技巧，初吻奖励钢琴谱大全，完全攻略奖励全部艺术天赋。他的奖励还是这么鸡肋。小韩看了一眼就没兴趣了，转头看向张淼淼。张淼淼敏锐地捕捉到了小韩的眼神变化，他心中一喜，看来小韩对他的兴趣比对苏雨兰大。张淼淼撩撩头发，眼神风情万种，娇滴滴地对小韩说道：请问我也可以为你工作吗？小韩点头答应下来，行啊，报酬和他们两个一样。张淼淼嘴甜地喊道：谢谢老板。接过碗时，手指似是不小心地拂过小韩的手，并且还朝他抛了个媚眼。这一幕刚好被站在小韩身后的席乐尽收眼底。席乐小声嘀咕：狐狸精。一锅肉就让3个妹子为自己工作，这放在以前谁敢想啊？小韩看向最后的苏雨兰，不等小韩开口，他自己说道：我不是来找工作的，我想问问你，还有没有多余的食物能分给学生？小韩玩味一笑，你觉得这个世道有谁会嫌自己食物多吗？苏雨兰欲言又止，她以为小韩是个好人，结果被小韩毫不留情的拒绝。好了，没事的话你可以离开了。小韩明确下达了送客令，苏雨兰也没理由继续留下了，低下头握紧拳头走出了教室。看着他落寞的背影，作为他的同学兼室友，张淼淼还是有些感慨的。他还是这么天真。等吃完了饭，小韩对席乐问道：安全屋设计图纸完成的怎么样了？席乐忙答道：差不多要完成了，只剩下最后的校对和修改了。席乐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抱了过来，屏幕上是一张平面图，上面备注了休息区、仓库等房间，排气、通水管道也画了出来，还标记了尺码比例。小韩一个外行人看了都觉得专业，没问题，不需要修改了，明天前完成收尾。工作得到了肯定，席乐还是很开心的，但他就是高兴不起来，甚至有种淡淡的失落。小韩又说道：从明天开始，我要交给你一项新的工作，需要你在安全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，同样是100平，要求包括种植区、触摸区还有监狱。时间的话，半个月内吧。席乐抬起头，表情非常激动。一直以来他都在担心，他完成了设计图就失去了利用价值，会被无情的抛弃。这种担心甚至让他有时想拖延工作进度，不过最后出于个人职业道德，他还是及时甚至提前完成了工作。现在小韩的话无疑让他放松了下来，至少他短时间不会被抛弃了。小韩又看向张淼淼，张淼淼心脏一跳，不过还是露出一个好看的笑容。跟我来一趟，我要交代一下你的工作内容。张淼淼十分不愿意，但吃人嘴软的他不敢和小韩闹翻，只能选择拖延。老板不急吧？要不我们先休息下。席乐本就对张淼淼不爽，而且他巴不得能多获得一些工作呢。张淼淼却在逃脱，当下对小韩表示道：他不干，有的是人干，让我来吧。张淼淼连连点头，让他来吧，我再准备准备。小韩摇摇头，
不行，这工作只能你来。小韩心里对这几个女人还是有分级的，最高级的毫无疑问是柳如烟，就冲她绝对不会背叛自己，就值得这个等级。更何况她还是唯一有战力的那一个人。然后是席勒和宁晓，属于有利用价值的人才。平时的话，可以培养他们对自己的好感。小韩自己则不必投入太多真感情以及必要的防备。张淼淼这种就属于最低级的，拿完钱2道奖励，甚至可以直接抛弃。当然，要是听话的话，也可以留下当个女仆之类的人手。张淼淼知道这回自己是逃不过了，只能认命的跟在小韩后面。宁晓着急的问道：“我呢？我该干什么？”小韩缓缓开口：“到时候自然有你发挥作用的时候。现在的话，帮我看着柳如烟，别让她跟上来。”等两人出去后，席勒郁闷的跟宁晓说道：“宁老师，你说什么工作是只能那个张淼淼做，我不能做的？”席勒连恋爱都没谈过，当然不理解小韩和张淼淼的对话，他只是不服气，觉得无论什么事情，他一定能做得比张淼淼更好。宁晓比席勒好不了多少，不过他毕竟要更成熟，没吃过猪肉，总见过猪跑吧。不过宁晓不方便说得太清楚，只能跟席勒解释道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，也许张淼淼就有你没看出来的优点呢。”席勒小声嘀咕道：“他能有什么优点？”宁晓见席勒没有继续追问，松了口气。不过席勒的话还是对他造成了影响。宁晓也忧心忡忡想到，为什么他会选择张淼淼而不是我呢？难道是他嫌我太老了吗？宁晓疑惑不已。如果是别人对学生出手的话，宁晓一定看不下去。但如果是小韩，宁晓不仅不会阻止，甚至遗憾为什么不是自己。潜意识中，宁晓就已经不敢违背小韩了。回过神来后，宁晓才发现小韩吩咐他照看的女孩不见了。他急切地问道：“柳如烟呢？席勒，你看到刚才那个女孩上哪儿去了吗？”宁晓问道：“这可是小韩交给他的第一项工作，他可不想搞砸，让小韩失望。”宁晓才刚来，不了解柳如烟，席勒可是非常清楚柳如烟对小韩的形影不离。不过席勒并没提醒宁晓，反而对宁晓说道：“应该是出门上厕所了吧？放心吧，他很快就回来的。”宁晓松了口气。2楼女厕所大门紧闭，就在小韩即将交代工作的时候，女厕所的门忽然被一股巨力从外面撞开。小韩浑身一个激灵，看着门外的少女，忍不住扶额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柳如烟先是盯着小韩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又看向张淼淼。柳如烟的眼睛中第一次流露出了愤怒的感情，甚至气得张嘴说话了：“吃的我也要。”小韩十分惊讶：“你会说话了？”柳如烟的脑子前所未有的好用起来，并没有被转移话题。曾经身为女人的吃醋本性，在这一刻占领了智商的高峰。直觉告诉柳如烟，小韩在给张淼淼开小灶，偷偷给她美味的食物，却不给自己。于是柳如烟向前逼近：“你别闹了，好了，我给你吃的就是了。不过得下次。”柳如烟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小韩，小韩郑重地说道：“我保证。”柳如烟终于停在原地。张淼淼用怪异的眼神观察着两人，经过他的观察，这两人绝对不是亲兄妹，而且柳如烟单纯的有些夸张了，就跟刚从古墓里出来的小龙女似的。这种种问题着实可疑。小韩光从张淼淼打转的瞳孔中就明白他发现了什么，不过他也懒得解释，甚至没让张淼淼保密。先不说他跟柳如烟根本没有血缘关系，就算有又能怎样？在这个世道，能保住自身就不错了。第二天的时候，席勒终于完成了安全屋的设计图纸，小韩大喜过望，喊来众女收拾一下，我们准备搬家了。张淼淼怀疑小韩是不是疯了，搬到哪里去？外面全是丧尸，能搬到哪里去？小韩抬手指着对面的大楼，去另一栋教学楼。张淼淼疑惑地挠着头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不该问的别问，收拾东西跟着我就是。听到小韩这么说，张淼淼看向其余几人，想让他们帮他劝劝小韩。在他看来，出去无疑是送死行为，但是席勒跟他不对付，指望他是不可能的。柳如烟更是只会跟在小韩屁股后面，唯一的希望就是理智的大人宁笑了。但是宁晓在他希冀的目光中，却选择了保持沉默。他无脑选择相信了小韩。张淼淼忍不住扶额：“难道这里只有他一个聪明人吗？”小韩看出了他的犹豫，不客气地说道：“你也可以选择留在这里，反正前2档奖励他已经获得了。”张淼淼对他可有可无。张淼淼连忙说道：“我当然是选择跟着你啦。”张淼淼是个聪明人，留在这里肯定会死，不如跟着小韩，说不定他能保护着他离开这里。一行5人的动静引来了其他人的注意，他们窃窃私语地议论起来。有人议论：“他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不会是要出去吧？疯了吧？一个人行动和这么多人行动，危险性能比吗？”走了好，早看他们不顺眼了，一个外来的凭什么和我们住一起？苏雨兰也在人群当中，听到学生的话，她皱起眉头。虽然昨天小韩拒绝了她，还对她恶语相向，但是她还是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，无动于衷。于是她走出人群，拦住了小韩：“你们要去哪儿？”“离开这里，反正你们也不欢迎我们，不是吗？”小韩的反问让苏雨兰语塞了一下，她说的确实是事实。从小韩刚来的第一天，就有很多人表达了对他们的不欢迎，这时候还主要是因为身份的问题，但后面小韩拒绝融入群体，以及明明自己有吃的却不分给他们，更是加剧了这种情绪，从不欢迎转变成嫉妒和仇视了。苏雨兰正要说什么，她身后却传来一道声音：“没错，我们确实不欢迎你。”苏雨兰转头怒目而视，说这话的人正是杜阳生。杜阳生说完，话锋一转：“不过其他人可以留下。宁老师，你是校医，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吧，我们需要你。”杜阳生当然清楚医生的重要性，于是想着用学生来道德绑架宁笑。好家伙，挖人挖到我头上来了。
小韩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宁笑就说道：“这里什么药物都没有，我留下来也没什么用，我看我还是离开吧。”杜阳生还想挽留，你可是老师，就算什么都不做，我们大家都会感到安心。但宁晓根本没被动摇，打定了主意要跟着小韩离开。我这条命是他救的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已经被饿死或者变成丧尸了，所以我这条命是他的了，我的去留也只能他做决定。见劝不动宁笑，杜阳生也不打算留其他人。在他看来，除了宁笑还有些作用。喜乐和张淼淼完全是累赘，特别是张淼淼这个贱人，拒绝了他后，居然转投小韩怀抱，这不故意恶心他吗？苏玉兰这时才能插上嘴，她生气地对杜阳生说道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说？玉兰，你也看到了，其他人都不希望他留下。”杜阳生一副为营地着想的模样。你希望因为他影响我们营地的团结吗？杜阳生的话堵住了苏玉兰任何理由，他彻底没办法了。走吧，小韩淡淡说了一句，转身就走，其余几女纷纷跟上。我们也走。等他们一离开，就把出口堵上，免得某些人后悔又回来。杜阳生十分得意，在他看来，是他把小韩等人赶了出去，报了之前的仇。殊不知是小韩有了更好的选择，看不上这里主动离开的。等小韩他们从教学楼后门的窗户翻了出去，杜阳生立刻指挥男学生将窗户锁上，以防万一，还让他们搬来桌椅，将每个窗户都堵了起来，确保万无一失了。做完这之后，杜阳生心情舒爽的离开，其他人过了一会儿也散开了。只有苏玉兰一直默默地注视着小韩等人的离去。自从丧尸危机爆发后，张淼淼还是第一次离开教学楼，她紧张的不行，左看看右看看，随时都准备逃跑。令她稍稍安心的是，周围并没有活着的丧尸，只有随处可见的丧尸尸体，都是小韩和柳如烟的手笔。站在学校后面的空地前，小韩停了下来。怎么不走啦？趁现在没什么丧尸，我们快走吧。我们到了，系统提取房产奖励。随着小韩的心念一动，原本空无一物的地面上凭空打下地基，然后是一块块泛着金属质感的墙壁落下，仿佛生存游戏中的建造一样组合在一起。一个外表看上去平平无奇，实则内藏乾坤的火柴盒拔地而起。张淼淼、宁小、席乐从第一块建材出现时就已经惊讶得合不拢嘴。席乐率先认出这个建筑的构造完全是按照他画的图纸建造的，他震撼地看向小韩。张淼淼一改之前的消极情绪，内心狂喜。我就知道我的眼光绝不会看错人。宁小是几女中除了柳如烟最平淡的，她从小韩救她的那一刻就确信了小韩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上天派来拯救她的救世主。既然是救世主，凭空建造一栋建筑也很合理吧。小韩看到除了柳如烟以外，几人的好感度面板都出现了上涨，其中宁小涨了5点，席乐涨了20点，张淼淼最夸张，涨了足足30点。当然，这也和张淼淼好感度最低有关。走吧，小韩关闭系统，朝着大门走去。安全屋的大门同样是钛合金材料的，旁边则是电子屏指纹锁。当然，没电的时候也不用担心，还可以用钥匙开门。小韩在录入自己指纹后，又给柳如烟录了一个。至于宁小、席乐，小韩打算等他们的好感度涨到60再给他们录。张淼淼心机多，小心思也多，起码得等到80点才行。无视了张淼淼眼巴巴的眼神，小韩按下指纹，钛合金大门自动打开，露出一条通道。小韩等人鱼贯而入。安全屋内是通电状态的，里面十分明亮。因为面积不大的原因，安全屋里只有一个客厅、3个房间、一个浴室、一个仓库，后门的位置还有一个逃生通道。小韩打算指录自己的指纹，系统还很大方的提供了家具，比如电视、沙发、床、热水器这些。空调还是一体式的，省去了空调外机被破坏的可能，甚至还配备了一台柴油发电机。可惜柴油只给了1桶，要不然连停电都不用担心了。几女进来后就好奇的到处打量，时不时发出一声惊呼：我的天哪，浴室里居然有浴缸，还有热水，这么大个仓库里还有冷藏功能，真不错。席乐，这房子不是你设计的吗？你吃什么鸡？我设计的，我就不能惊讶吗？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画的图纸被实现出来，还是一眨眼的功夫，简直成就感满满。听着他们的话，小韩心里说不高兴肯定是假的，而且这还是开始。只要他不停地完成好感度任务，他的安全屋就会越来越多，拥有的功能也越来越多。车库、地下室、工作室、医疗室，甚至室内泳池，这些都在不是梦。张淼淼提议道：我们来分配房间吧，老板自己一个房间，我和席乐一间，宁老师和柳如烟一间。刚说完，立刻就有人提出反对。我才不要和你一个房间，我要和宁老师一间。柳如烟也默默拉起了小韩的衣袖。好吧，那老板和他妹妹一个房间，席乐和宁老师，我自己一个房间。席乐还是不同意。凭什么你一个人住一个房间？老板和他妹妹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你又不肯和我一间，那我不就只能自己住了？张淼淼装作无奈的摊手。我有个主意，你一个人睡客厅。席乐，你是不是存心和我过不去？见两人要吵起来，小韩提高音量：好了，别吵了，就按张淼淼那样分吧，后面肯定还会有新人加入的。小韩发话，两人也就不再争吵。席乐拉着宁小就回房间布置起来，张淼淼也是关上房间，不知道在里面鼓捣什么。小韩本来还想在安全屋里逛逛，看看有没有漏洞或者设计不合理的地方，但柳如烟就是拉着他不让离开，仰着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睡觉。他指着剩下的一个房间说道。小韩在床上躺下，柳如烟依在他身边，像毛毛虫似的往小韩怀里拱。小韩只好翻过身抱住他，他才不动弹。不一会儿，小韩就进入了梦乡。柳如烟身为丧尸是感觉不到困的，他就把脸埋在小韩胸口的位置，感受着他的心跳。教学楼营地有学生发现了凭空多出来单位建筑，立刻报告给了杜阳生。
杜阳生有些纳闷，他怎么对学校后面这奇怪的房子没什么印象？偏偏他的记忆中，那房子好像一直就在那儿。杜阳生毕竟不是亲眼目睹安全屋的从无到有，受到了小韩系统的影响，潜意识里觉得这房子在那儿很合理。你说你亲眼看见那个外来的带人进到了房子里？杜阳生向举报的学生问道。对，我亲眼看见的。这个学生也没看到房子是怎么出现的，他是意外从窗户里看到小韩等人进去后，才赶紧报告给杜阳生。好了，别去管他们了，我们这栋大楼才是最好的避难所，无需羡慕别人。杜阳生大手一挥，丝毫不在意这多出的建筑。小韩醒来时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。小韩走到客厅，看见其他3人都在这儿，小韩好奇地问道：“看什么呢？”老板，你快看监控。小韩疑惑地走上前，监控屏幕上显示着安全屋外面的画面，零星的小白点飘洒落下，很快又消失不见。见到这一幕，小韩眉头紧锁，喜乐忍不住问道：“那是柳絮吗？”不对，是下雪了。宁晓是北方人，一眼认出了小白点是什么，但另外2个本地人都不相信。可这里是滨海市哎，从我出生以来就没见过滨海市会下雪，而且现在是7月底8月初吧，还是夏天吧？夏天怎么可能会下雪呢？宁晓也百思不得其解，他的知识无法解答这怪异的天气现象，只有小韩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象。末世危机的第2波天灾终于降临了。根据他前世的记忆，这场雪将会持续3天，气温也会越来越低，到第3天时，甚至能低到零下近100度，那真是呼吸出来的水汽都会结冰，在外面撒尿都会冻结的恐怖低温不行。这3天我不能坐以待毙，趁雪才刚开始下，我得再准备些物资才行。喜乐，你们学校超市都卖些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喜乐愣了一下。不过见小韩表情这么严肃，他也认真地介绍起来。原来滨海大学作为滨海市最好的大学，其购物区也是首屈一指的。说是超市，其实是小型商场还差不多。从零食食品到生活用品，再到学习用品，足以让滨海市大学的学生做到不出校门就能买到所有想要的东西。所以去一趟超市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不过不是现在，还得再等等。这一等就是第2天。张淼淼等人吃过午饭后，却听到小韩说道：“张淼淼、宁晓，你们2个准备跟我和如烟出门一趟。”张淼淼的脸一下子耷拉下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只想待在安全屋里一辈子都不出去。于是他冲着小韩撒娇道：“我可不可以不出去啊？”“可以，不过我的地盘不留没用的人，请你离开。”张淼淼连忙说道。“我去就是了。”见识过了这个屋子的舒适和安全，让他回去教学楼，傻子才愿意小韩不理他。但还是又补充了句：“记得多穿点，没有厚点的衣服就多穿几件短袖裤子，别穿裙子。”席乐见小韩忽略了他，赶紧提醒道：“我呢？你的工作就是画设计图，放心好了，我不会随便赶你走的。”席乐得到小韩的保证，顿时松了口气。他还以为自己成了小韩口中没用的人呢。给你们5分钟，5分钟后门口见。当张淼淼和宁晓从安全屋里出来时，才明白小韩的要求有多重要。只见一夜之间，外面的世界仿佛裹上了一层雪白的外衣，地面的积雪足有脚踝厚，一脚踩上去就下陷进去，移动能力受到了一定影响。关键是天上还在下着鹅毛大雪，视野范围也有影响，只有5米左右的能见度。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外面的严寒，体表温度估计已经接近零下了。张淼淼、宁晓2人虽然已经多穿了几件衣服，但还是抵挡不住如此寒冷，抱着胳膊双腿打颤。好冷，老板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张淼淼忍不住说道：“没事，上了车就不冷了。”张淼淼疑惑地顺着小韩的方向看去，赫然发现一辆庞然大物，一辆长有13米、配色宛如擎天柱的重型卡车，就停在安全屋的侧面。天哪，这车是从哪里弄来的？张淼淼嘴巴张成圆形，一时半会儿都没合拢。从哪里来的？当然是从你身上获得的奖励。没提取前，小韩也想过要不要选择越野车，又或者装甲车，但结合当前的状况，小韩还是觉得应该先搞一辆重卡，这样运输更方便。系统还很大方的给重卡的油箱加满了油，都够横跨好几个省了。小韩没有跟他解释，只是对着2人说道：“你们2个和如烟去后面车厢，我来开。记住，一下车就拿好自己的武器，跟在我和如烟的后面，一定不要掉队。”凌霄眼中有些担忧，让如烟在前面会不会太危险了？要不还是我在前面吧。在宁晓看来，他作为成年人，还是个老师，并且有过一次击杀丧尸的经验，怎么看都比柳如烟强，理应由他来保护另外2人。不用担心如烟，他可比我强多了。宁晓和张淼淼闻言，脸上都流露出质疑的神色。小韩是谁？丧尸群中来去自如的狠人，而柳如烟怎么看都只是个普通小女生，怎么可能比小韩还强？带着担忧，2人和柳如烟一起进到车厢里。关上门，这才稍稍暖和了一些。小韩则坐到驾驶位，高喊一声出发了。小韩一边开车，还一边注意着周围丧尸的动静。果不其然，重卡的噪声引来了大量丧尸的注意，但他们的行动非常迟缓，肢体仿佛结冰了似的，走一步要好几秒，只能目送着卡车离去。看来在室外待了一晚上，这些丧尸都被冻僵了。这就是小韩特意等待1夜再出发的原因。10分钟后，一个牌子上写着滨海大学生活超市的2层建筑出现在小韩面前。小韩知道他的目的地到了。